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？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。来，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。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。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。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我与你赌。季娘子，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，一人3张，一起赌，这样快些。行，季娘子，请吧。哇！哟，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，怎么比得过人2个万贯？行啊！这不得了谁呀？是啊！哇！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借过，借过，借过！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常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
锅盔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锅盔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内支机，不怎么去过前门。不过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宁此刻应该出去才对。哦，太好了。阿兄，给这杨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欢喝咱们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杨某此番前来，并非是要讨水喝，而是为了拜访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杨某记得季伯父当年斗锦夺魁，以一幅蜀红锦博得满场喝彩，我也被其风姿折服。数年过去，辗转反侧，仍是难以忘怀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杨三郎君不只是为了来叙旧的吧？季兄跟着季伯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几分真传吧。不怕杨三郎君见笑，季某与冉丝一道天分平平，不如我们家英英。家里的丝大都是英英染。这染好的丝，就都晾在这儿了。还有一些晾在前面。阿兄，你还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杨某是头一回到锦户来拜访，季娘子不妨带我到处转转，也好好好欣赏一番。我家世简陋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家世虽简，但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咱们蜀地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。杨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，请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啊。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。我也不过是提醒，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。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，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灭火呀！灭火！别火！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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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！
那边。什么人，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。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好，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毫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乐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思量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吗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
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季娘子慢走。让他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他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了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季娘子，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了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静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
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34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别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应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书记人家共用，浣丝自有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警官到！原来他就是警官，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，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，不信？哎呀！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，本官分明记得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的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
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文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了啊！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记住了。能不能让我先上来冷啊？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一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，民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。这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玉掌柜，玉掌柜，季家大郎，你喝多了。你兄长他没喝酒，他就醉了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给你们拿酒，等我。本官今夜心情不好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当不认识，不计前尘，萍水相逢。坐下陪我喝上一杯，可好？好。那杨警官，顺妹莽撞，怎敢与杨警官共饮？还请见谅。抱歉啊，我在外面惯了，忘记了这城里的规矩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拿些酒就走。走什么走呀？要上哪儿去？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小娘子，确实不适合与你深夜独酌。但是我可以呀，谁还不是个江湖人呢？喝不喝？坐。
喝你的江湖酒。来啊！到时候我让你们。他这喝了多少？哎，你来了，找他还是找我？阿玉，我看见一匹野马。野马，快搭把手。我是来找酒，也是来找他。不过看他现在喝成这个样子呀，怕是什么都不认得了。嗯，这厮你可认得？整个蜀地论厮，我认第二。你倒谦虚，就没人敢认第一。我说早了，既认第一，那你就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手，傻子。依我看呀，你这认厮的本事就是不精，吹牛的本领嘛，倒是少虚一指。你就是不认识吧？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整个蜀地论厮，我认第。哎呀妈！慢点，慢点。不过是赵家没给回复，就这么急着嫁给赵二郎吗？你懂什么？哎，你是警官。哎，不管我是什么官，我都不会娶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帮他做窦芳菲的推荐人。既想嫁高门，又想生意有成，他倒是懂得活在当下。可那些故去的人，他真的就一点都不在乎吗？能帮就帮，不帮就滚。高汤烧着青豆芽，可以醒酒，比别的舒服些。这酒楼是我的，不用你交。酒我拿着了。我就漂亮啊！你看，花自天降，风自西南。喂，鸳鸯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等的就是人来，不然岂不是浪费了我这丝体面的出场？接住！原来是季娘子。杨警官也来观景。季爷爷，你搞什么名堂呢？啊！我既然不能参加窦芳菲了，那这些丝便没用了，我就把它做成了花球解闷儿，扔着玩儿。杨警官，这不犯法吧？嗯。谁说不能参加窦芳菲？这丝便没用了。这位小娘子，请给我染这种颜色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下订单。这丝是新色吧？之前未曾见过。不错，这是我季家染的新色，美人既醉，朱颜驼歇，此色名唤朱颜驼。既是新色，需登记造册，如未登记造册就售卖。季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吃牢饭的。我何时应了？现在就要卖啊！能登记造册的新色，需配方稳定，光泽恒久。你这新色也未验过，不会是一时偶尔染出的杂色，昙花一现吧？诸位，现在就下订单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既然诸位有疑，不如季娘子
先接了我杨家的订单吧。武旦朱延陀，登记造册1个月后交货，价格另议。这是定金。杨夫人不签订单先交定金，不怕英英不认账？我们杨家哪里就缺了这点东西？季娘子有此才华，哪里又只看得上这点东西？形式而已。杨警官，不会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也拦着不让吧？你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与我何干？多谢杨夫人厚爱，英英定不负所托。不卖而招摇，不造册而预定。杨警官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是啊，确实是坏了我定的规矩了。季娘子把这花球撒的是满场都是，破坏了会场的整洁，需将会场打扫干净才是啊。杨警官放心，我定将会场上那些肮脏的玩意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季娘子辛苦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季娘子还没打扫完毕，我自然要留下来监督你。那杨警官好生看着，不要诬赖民女没有打扫干净。今日一场飞花惊艳四座，就算本官罚了季娘子，也挡不住众人求取心思的决心。也不枉季娘子这一番苦心，只不过什么？朱延陀惊艳全场，换得了斗金，却换不回人心。杨警官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听不懂别算了。还劳烦季娘子帮忙看看这厮有什么玄妙之处。杨警官这是在求我吗？也可以当做交易的筹码。交易得是公平，我若帮你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换本官陪同季娘子一起打扫如何？这丝我找人看过，名叫玉皇丝，应该是个赝品。从色泽上来看，与真正的玉皇丝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手感上有略微的不同，他们不敢确认，所以请季娘子帮忙鉴定一番。真正的玉皇丝染色时必须使用植物灰脂形成色垫才能固色，且调色工序繁复，染料昂贵，多用于织造龙缎，进攻圣上。而我手上这个只是硫磺熏制，增亮固色，使用的丝线也是混合蚕丝，上面颜色也分布不均，品质的确稍差。既为圣上所用，却又为何用这品质稍差的混合蚕丝呢？那你应该去问染丝之人，问我怕是寻错了对象。也是，本不该问你的。杨警官方才问我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哪一句啊？本官说的话可多了。人心。人心。人心，亦如这落花，无常势，无常形，因风而起，随风而去，风停花落，聚散无痕。季娘子若想收拢人心，首先得知道，当初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哪一阵风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
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切！扫的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阿玉，你这酒馆就非得什么人都招待你？那些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的家伙，以后能不能不要让他进了？付我双倍酒钱，我保证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。不值。哎，诸葛，我听说登记造册这事必须由本官亲自干也。那我若是不想呢？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杨警官公正廉明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不是无所事事，多管闲事吗？茵茵失言了，自罚3杯。够了。不过是句玩笑，何必如此当真？做生意，能屈能伸便算了，做人也要如此吗？于杨警官而言是玩笑，于民女而言，却是生计。是本官失言，抱歉。姑娘不高兴，谁也别想怪我。他半夜醒来，都会觉得自己无理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罐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罐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添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，共售卖230罐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的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她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？250
250贯，250贯。这250贯，这比培训娘子我知道。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货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宁。我家的松花与苍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第6次。来，都朋友。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英英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锦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英英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扶正便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丝啊线啊的，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
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管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那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差他个点朝天。哎，往哪儿下？哎，走啊！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
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津僧狗洞，接应。杨景然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装这么乖乖？锅盔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没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
何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金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顿益州景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了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儿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！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我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，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益州的河堰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这花掌柜的背后，可不简单呐。他已将所做之事，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，有负于季家的，唾弃季家的，冤枉季家的，但向季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。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
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娘子说：“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让你逃。”这又是什么折磨人的新法子？也是活命的机会，就看娘子要不要了。莹莹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请郎君看戏啊！郎君最好离窗户远一些，这些拿剑的可听不得响动，否则会忍不住射向季娘子的。别动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啊？困兽犹斗，郎君不觉得好看吗？季娘子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要继续吗？真的会杀了你的！杀了我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季家、赵家，承担得起吗？抱歉，出去了就放了你。放我走！放我走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赵二郎君一看就未曾杀过人，想杀我呀？需不需要我让他们再杀几个，好好教教郎君？
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郎君说过了，我对郎君一见倾心，愿永结同好，还望郎君成全。是不是只要我拿了这个，你就可以放了莹莹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莹莹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红司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，我搜过便是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啊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后面也没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宁武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